最近立功思维这个词火爆全网，他说的可不是体力劳动者，而是普通人为了凑齐房子、车子、彩礼这些人生标配，牺牲一切娱乐和个人需求，拼命打工攒钱，坚信先苦后甜。但现在这套存在了几千年的生存模式不好使了。以前努力就能得到确定的回报，可现在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扛不住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这种成家立业的巨大成本。很多人熬到中年，终于凑够了首付，付了彩礼，却发现背上了30年的房贷，身体垮了，激情没了。本以为是燃烧自己照亮家庭和前路，结果却发现现实太黑，而自己也快烧完了。这种立功思维的悲剧不在于辛苦，而在于没有希望。本以为在为家庭奋斗，但可能只是提前透支未来，为一个虚幻的社会标准买单。这个思维为什么这么根深蒂固？因为它被刻在文化基因里，被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捆绑了几千年。不结婚不生孩子，就会被家庭和整个社会打上不负责任的标签。但是时代变了，当劳动投入不再获取应有的经济价值和情绪价值时，立功思维自然就黑化了。就像女性要摆脱贤妻良母的枷锁一样，男性也终于开始撕掉必须成功、必须养家的重担。这种对责任的集体厌恶，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无声的罢工。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、不买房、提前还贷、拒绝生软肋，这都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表达，是在对职场和家庭 PUA 精神控制说不。最讽刺的是，当人们在网上自嘲是牛马的时候，老板和一些权威人士却急了，因为他们害怕了，因为最任劳任怨、最听话的那群人突然觉醒了，开始有了独立思维。立功思维的自嘲，本质上就是对整个旧系统的一次集体离场。当支撑国家 GDP 和稳定的基本盘发现所有的付出都难以兑现正向反馈时，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安静的退出了。